甜品应该是每个人都不会拒绝的食物，特别是那些外观精美、口感绝佳的甜品，更是让人流连忘返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到这家温哥华的甜品店，了解一份甜品是如何研发和制作的，以及当一名甜品师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Colin 今年32岁，是温哥华雨滴甜品店的老板兼甜品师傅。他在大学期间就有一个做甜品事业的梦想，也因此在他大学毕业后，专门前往日本学习了3年的甜品技术。现在回到温哥华开了这家甜品店，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。Colin 每天早上会先整理厨具，并查看食材的新鲜度。水果都好新鲜。对，要感受一下，不新鲜就要换。Colin 在店里的主要职责，除了日常的店铺运营，最重要的就是研发各种各样新的甜品。今天 Colin 也会继续他的新品研发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他们家卖的最好的2样甜品是如何制作的吧。首先是他们家非常出名的奇遇戚风蛋糕，名字的由来也来源于 Colin 在日本的甜品老师传授给他的独特配方。虽然戚风蛋糕是20世纪中期由美国的一位名叫 Harry Baker 的保险推销员发明的，但这款甜品传入日本后迅速受到欢迎，也因此融合了日式甜品的特点，有了很多不同的改良版本。而 Colin 他们制作的奇遇戚风蛋糕在口感上更湿润蓬松，但香味也更丰富。就是说你这的话，它会缩回去。除了夏季大卖的芒果戚风，他们还提供很多不同的口味。而另一件热卖的甜品，则是来自法式经典甜品中的栗子蒙布朗。这款甜品因为其外形模仿欧洲的最高峰勃朗峰而得名。传统的蒙布朗由松软的蛋白霜或蛋糕底部做支撑，上面覆盖着甜美的栗子泥。最后撒上糖粉或其他装饰，以模仿山峰的雪顶。因为 Colin 家的栗子泥是自己在店内制作的，光煮栗子就需要3个小时。对比普通罐头装的栗子泥来说，栗子的味道会更浓郁。又因为里面的奶油浓香可口，并添加了炒苹果的清脆香甜，口感和味道都达到了很好的平衡。我问 Colin， 你为什么喜欢甜品这项事业呢？主要是觉得比较有创造性，因为你的甜点好不好吃呢，别人都会有直观感受，你的用心都可以很直观反映在你的产品上面去，所以它就是你的和别人一个交朋友或者相处的一个媒介，就是你这以这种手艺和这个世界打交道。其实我可能会把精力放在味道和层次上，但是我的同事们都是小女生，就小女生呢都比较喜欢好看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都倚仗她们来给我这个外观上的一些建议之类的。我在研发的时候主要负责就是味道、口感这些，但我同事他们除了给我这个味道层次上的这个建议之外，还会帮我一起把这个外观设计好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Colin 是如何研发一款产品的吧。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甜品行业，保持不断的研发和创新，就成了保持竞争力最重要的部分。
如何在保持优质食材和精美外观的同时，又能符合市场的口味，成了 Colin 每天都要不断研究的课题。给自己吃东西，你要有颜色的，肯定你要添加色素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并不是说色素不好，但是那没有添加的肯定就更健康一些。再一个就是你把东西放很多不同的装饰上去呢，放很多颜色呢，势必是耗费你的精力的。那你同样花一份钱，你是愿意把钱放在漂亮东西上呢，还是说这东西外观是大大方方的，然后东西好吃？因为我没有把那个精力更多放在做的什么很 colorful 呀，很颜色很鲜艳，所以我们就会把更多钱放在好的水果品控上，以及它原材料。好吃甜点呢，我觉得我最注重的可能是口感。我觉得口感一定不能是很厚重的，它一定要是很细腻、很轻盈的。再一个就是味道上不能太单一，它最少要有2到3个味道去做对比。口感除了这个细腻之外，它还得有这个冲突。就是如果它全是细腻，就还是很 boring。它如果有细腻的地方，但是同时又有地方有一层次里边有点咬感，它就有点存在感，这样就显得每一层就比较不一样。现在到了试吃环节，不知道 Colin 的团队对他新的甜品有什么样的评价呢？我觉得切片还挺好看的。那我给你切开这个，你对比一下，这样都看一下。咸咸是那个麻薯。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注意的吗？上面这抹茶这个太重了，还是抹茶本身味道太重，还是什么？太重，太重奶油感觉有点好厚，口感有点厚。那我就改一改。所以它就它本来是高的，它本来是这么高的，就是这不是下边这层吗？上面这个盖儿起来了。我只是刚提的压一下。对于 Colin 来说，这样反复不断的研发过程，或许已经成为日常，直到他找到最满意的那个版本为止。当时就是想设计一款做桃子类的塔类的产品。一般桃子的塔的蛋糕呢，都是塔壳，然后上面是里边奶油是那个卡士达奶油，然后再放上几片桃子上面。但我觉得那样缺一些美感，然后我就把它自己拼凑上成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上面这个白白的东西呢，这个不是栗子泥，这个是山药泥。山药我们是用那个乌龙的茶叶是浸泡过，所以它会有一点乌龙的味道啊。然后这桃子就是新鲜的，也是处理过的桃子，它是有桃子香气，但同时呢很清脆，所以口感都是很好的。然后塔壳都是我们店里自己捏的，一般都是2到3毫米之间，所以是很薄的，大家还是蛮喜欢的。但是如果说口味比较重的人，他可能觉得不喜欢，因为这个属于比较清淡。但是喜欢那些比较淡雅的人，他会觉得这个蛋糕很好吃。对。甜度刚好。 OK。淡甜。对，我觉得刚刚好，对我来说。OK。这个山药是能吃到那个乌龙茶的味道。对。所以这个只有夏天才有。啊，对，只有夏天才有。这个桃子就这个季节才有。我个人挺喜欢这款甜品，白桃的香气与乌龙茶的芳香相结合，带来一种非常适合夏天的清新口感。有一天在来温哥华找朋友玩，在一个饭店门口吃饭，然后正好外面下着雨就看这个雨滴呢，掉在地上滴答滴答的，然后就觉得很清凉，很孤单。然后但又觉得雨滴如果说它都是往下流的，如果汇到一起的话，它就形成像江海一样，它就会有一股力量。那时候我就感觉说，如果做一个品牌，它就是叫雨滴，如果雨滴单独一个，它就会很
很渺小，但如果说大家能聚到一起，它就会形成一股力量。啊，适应不了这味儿。通过2天拍摄的相处，我觉得 Colin 对甜品的追求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。他将爱好作为职业，全身心投入甜品的研究，把本来并不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兴趣的驱动而变得有趣而又富有成就感。这就是 Colin 作为甜品师傅的一天了。最后，感谢大家观看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